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日本的神明伊邪那美。伊邪那美是日本神话中至高母神，在日本有着如同女娲一样的地位。她与她的哥哥创造了日本的8个基本的岛屿，并生育了日本众多的神明。可以说，你现在看到的关于鬼神类的动漫，都是受到她这个神话体系的影响的。传说在天地混沌初开时，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是第8对被孕育出来的神，天神们便派他们去往人间，担任起开创天地的责任。在动神离开时，天神送给了这对兄妹一把名为天爪的神矛，来帮助他们创世。他们来到了人间，当时的人间还没有陆地。这时伊邪那岐将天爪矛在海水中搅拌，当他提起长矛，滴落的海水形成了第1个岛屿。他们在岛上竖起了天之玉柱，建立起了8旬殿。做完这些事后，他们分别围绕着天之玉柱走，并约定当他们再次相见时，便在那个地方结为夫妻，生产国土与众神。当兄妹2人再次见面时，伊邪那美惊叹道：“哎呀，真是个美好的男子。”伊邪那岐也赶紧说道：“哎呀，真是个美好的女子。”忽然伊邪那岐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说：“女人先说话不吉利。”后来他们生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，却是个水质子。这个水质子就是日本的7福神之一的财神惠比寿。后来他们又生了蛋岛，因为2次生的孩子都不是那么健康正常，于是他们来到高天原请教天神缘故。天神占卜之后说：“女人先开口，不好，回去重做吧。”于是兄妹2人又回到了天之玉柱前，重新举行了仪式。这次由南方伊邪那岐先开口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伊邪那美又生育了日本的主要8个岛屿。生完日本的国土之后，又生育了大势忍男神、石图皮古神等诸神。但在生火神加具土时，伊邪那美被烧伤，不久就因此得病而死。悲痛的伊邪那岐杀死了火神，而火神溅出的鲜血化为了8位神明。伊邪那岐非常想念死去的伊邪那美，于是去往黄泉国，希望能将伊邪那美带回。他来到了黄泉大殿外，对伊邪那美说：“我亲爱的妻子啊，我和你创造的国土还没有完成，请与我回去吧。”伊邪那美却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的夫君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经吃了黄泉的食物。如果你真的想带我走的话，就请等待一下吧，我与黄泉国的神商量商量。但是在这期间，你千万不要进到店里来看我。”伊邪那岐答应了，在殿外等候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伊邪那岐等得不耐烦了，于是他点燃了木梳的尺做照明，进入到了殿中。当他到了殿中，却发现伊邪那美全身已经腐烂，蛆虫涌动，气结喉塞，全身化为了大雷到伏雷8个雷神。伊邪那岐见此十分的害怕，转身便逃走了。伊邪那美发现了，又气又羞，起身来追赶。逃出的伊邪那岐用牵引石堵住了黄泉的入口，夫妻2人就此决裂。伊邪那美在事后说：“夫君啊，你既如此的对我，我将每日杀死你1000个国民。”伊邪那岐说道：“如果你要杀死我1000个国民，那我就建1500个产房，每日让我的国民生1500个人出来。”从此之后，伊邪那美成了黄泉大神，又被称为黄泉金大神。这则神话是日本神话起始的根源，也可以说是日本万神文化也因此而来。而伊邪那美也是日本神话中第1个堕落的神明。在日本神话体系中认为，即使是神，如果沾染上污垢，也会堕落，成为恶神。日本神话的这一特点在动漫《野良神》中也可以看出来。神明一旦被怀着怨恨执念的神气侵蚀，就将不被高天原诸神明接受。在火影忍者中，宇智波一族的秘术究极瞳术就被称作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。在瞳术中，伊邪那美是决定命运之术，可以在不与敌人对视的情况下让敌方中招，一旦中招就会陷入无限循环之中，此忍术无法破解。而伊邪那岐则与之相反，是改变命运之术，可以将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因素瞬间转化为梦境，而对敌人不利的因素则可以转化为现实。
是可以将梦境与现实随意转化的瞳术。在野良神第2集就有叶斗打开牵引石来到黄泉国找到伊邪那美的片段。不过在野良神中对伊邪那美的描述是一个可怕的黄泉女王，而在鬼灯的冷彻中伊邪那美就漂亮多了。